带下巴女孩走出西藏，感受祖国的幅员辽阔，这事儿被很多人骂。他们总觉得人啊，出来了就回不去，看到了大城市就会嫌弃小山村。这想法其实挺正常，但有点过于想当然。这些天我带着拉琼感受了诸多属于城市的现代化高科技。当我跳出自以为是和想当然，结果是我自己也被拉琼狠狠地教育了。因为我们来了西双版纳3天吧，很不巧，拉琼一直肚子不舒服啊，可能水土不服。本来打算去植物园、动物园，我就只去了一个告庄。主要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计划，所以说呢，这一次就比较遗憾了。先回昆明了。对，来的时候坐的飞机，这一次呢，让拉琼体验一下高铁啊，看一下它怎么自动购物。它上面有选择的，选择。它上面不是每一个水都有编号吗？你想要那个是41号，对不对？是。上面选41号就可以在这个上面付钱了。付了钱之后啊，你看它自己就会从下面掉下来。好，你看下来了，出来了。很多时候打不开那第一扇窗，城市里的一切都与来自山村的人有着天然难以逾越的距离。伸手就可以出水的感应水龙头，扫码就可以骑走的共享单车，能送餐到房间里的机器人，都是很难搞懂的遥远事物。但那扇窗只要打开了，一切远比想象中容易。我们2个是长期在外面吃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肚子里头的应该细菌比较多啊。但拉琼他们就肚子里头比较干净啊，然后来到了内地，吃了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，反应就特别的大。有家乡的味道，家乡的味道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吃泡面啊。我也是拉琼吃泡面的时候，你拿那个面上那个纸，对，弄了个碗，吃的特别专业啊。这我第一次见到，但是我觉得也是最科学，好科学。所以学习本应是相互的，而非单向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个，我晕车了，呀，已经开始晕车了，是不是看到车就开始晕了？好难受，还是比较舒服的，你要轻松一点，不要想这个事情。看到这边我都晕了，你看这边晕了，那你看前面吧。但是它很平稳嘛，比飞机还是舒服一点。我们终于顺利的从西双版纳到云南昆明的这个高铁上下来了啊！我们要去到我们住了酒店，我们带拉琼去坐一下地铁。地铁是什么呢？地铁啊，地铁是的，其实就是火车一样，火车嘛，火车一样。对，晕着吗？可能会晕的，但是它很快。它不堵车。现在内地的大城市哈，省会城市基本都有地铁，现代化的都市人哈，都要学会去坐地铁的，尝试一下。实不相瞒，带拉琼去坐高铁、坐地铁，向他介绍自动化、智能化的城市生活，我是不由自主地带入了几分骄傲自豪的。我早已在不经意间刻板的、理所当然的将城市的快速、高效、便捷全盘接收，同时也承受着这背后的不舒适、不放松、不自然而不自知。而这看似完美的城市生活，在拉琼眼中又是怎样的呢？还要换一次呢，换一次。这一趟车我们坐了14站，下一趟车坐7个站就到了。难受吗？难受，有点晕是不是？晕啊，有点想吐。有点想吐啊？是里面太闷了吗？是。经常坐地铁，我觉得地铁还挺方便的。阿雄是觉得地铁很难受，是不是？有点。那跟出租车比呢，哪一个舒服？在坐地铁还是打出租车之间，他想要选择走路。所以我在放下刻板印象的那一刻恍然大悟，我们眼中的乱花渐欲迷人眼，不过是他眼里爱的代价。所以回到视频的开头，会不会看过大城市就回不去小山村这个问题，在他说我想走路的那一刻烟消云散。拉琼说想走路回去了。我想走路。这就是大城市，比如说陈塘，我们为什么会喜欢陈塘？不会堵车啊。陈塘人很少吧？对，人少，很多，没有堵车。对，没有堵车是很舒服。对呀，很舒服的，对不对？空气又好。大城市就是你去到很多地方都会特别的远，要么就坐出租车，要么就坐地铁。其实对，其实都不舒服。